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特斯拉 Model S Play 版第一批车主的使用心得。它几乎把整个马路都重现了，你看停车格都出来了。对啊，好厉害哦！它会抓现在的路段、速线都，它就把你定在那里。对，这个酷哎。手要碰着，它是建议要碰着。如果你一直不理它，它就会让你这段旅程不能使用，都不能用啊。那像 FSD， 你只要打方向灯，它会自己换车道。对，没路呢，我不知道要不要测试。试一下，是刹车踩。接着我们邀请到 Model X Play 版的车主比较两车的差异。它有渐层色，对，有渐层。没有 S 没有，对 S 因为它比较小片嘛，它那个是赛车椅。它这边有包覆，你这也有包覆啊。对，坐起来的感觉上它会再更包一点点。X 版还是可以躺平，但是要选气的。对，一定要选气的，因为6人座的椅子是这样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关注 FB 粉丝页，可以获得最新讯息哦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优良驾驶。今天非常开心，在户外碰到我们那山那谷的谷歌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神采奕奕，又换一台新车。工作需求。哦，所以你原来是开 Model X， 休旅的休旅版是。后来呢，换了 LM 500H。对，没错。为什么这么早又换车了？因为 LM 500H 它不适合开啊。因为呢，老婆孩子过太爽了。对，孩子不能让他们那么奢华。这么小就过这么好，那以后还得了？由俭入奢易啊，由奢入俭难。这一台是最新第一批轿车，跑车座椅第一批的，以前都没有跑车座椅。Model S Play 版才有跑车座椅。我觉得特斯拉很厉害啊，它有抓住男人的心，对不对？你应该不是为了2.1秒吧？就是啊。开起来舒服，操控很棒，然后它整个那个造型也很洗练，辅助系统也很到位。哇，辅助系统真的没话讲。OK Google， 跟 Siri 一样。你最喜欢这一台 Model S Play 版它的哪个部分？外观来讲，外观哦，其实我是有一次在路上，看到它的大屁股，背影，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梦中情人的背影，完全被吸住眼神。它的屁股真的是又爆龟出来。来看一下，你说的爆龟是这里外凸啦啊，整个爆龟出来。其实它这样子后轴是比较宽的。对，外观你有改过哪些东西呢？我外观下都没改，都选到顶了。有升级啊，原厂的21寸。原来是19寸哦，原厂它配19寸嘛，然后就选21寸，21寸是加价14万。哦，它21寸它就变成红色卡钳。哦，这个名牌。对，这个 Play 版就是碰一下就开了。不是，因为我设定那个手机在后面，3秒钟它就会开。3秒钟，它感应到你在后面，就是它3声噔，它就起来。如果我抱个东西过来，对，我只要站着就好了。这个行李空间算大 ，OK 了，我觉得蛮好用的。可以下去吗？在下面是什么？下面可以再开，有2层哦。侧边还有一个小空间，这里还有空间 ，TPC 转 CCS2，这是建议一定要买。就一定要用了，就是一定要用啊，除非你家的充电桩是那个原本就 CCS2，可是你到外面可能还是会有 TPC 的头啊，要用。这是 JE772，对 JE772 转那个 CCS2，对，所以它不管碰到，就是你到公有停车场都是 JE772，对，慢充的，对，慢充的。好 ，OK， 好。这个套件多少钱？这个好像我记得3000多块吧。可以了，不贵了，我记得 OK。手机也可以关，这里可以按，手机按的也可以关。后面是电动尾门，但是前面没有，前面就手动，基本上就是手动打开。这里就是行李置物箱，就这个空间，下面就这样。对，它前面的比 X 小一点，X 前面比较大，就是雨刷，其他没有。雨刷巾。我觉得第二个想要加的就是它希望是前面是电动。这个是可以改善了，有机会哈。外厂有在改啦，可是已经有了。对，现在改就是会破保。对呀，这个问题很严重，不能，除非你原厂改就对了。对，可是原厂没有，你不要直接按这里，有可能凹掉。你要2个一起按。充电头就这里按一下。手机也可以关。这边还有配空力套件，对，原厂的空力套件，通通都是原来的就对了哈。这都还没有改应该也不会改啦。我未来唯一想改就是它的刹车。我以为你要唯一想改的是副驾驶。
它有出一个脆壳套件的刹车，然后卡钳吗？卡钳加那个陶刹，它改了以后，它会再帮你把束线解掉，可以再往上。哦，现在的极速是它表定是写300出啦 Play 版不是？Long range 是250，250，对对 ，Play 版是300出。啊，对对对。但是台湾有地方可以开吗？应该是没有啊。它就是你靠近它的门把会出来，哇，拉开。它不能够自动开门啊？它没办法自动开门。我觉得它跟 X 我最不习惯就是它没办法自动开门，跟没有电吸门。啊，这样子它就没有。哦，它本来会吸进去，对不对？电吸。电吸门这样子它就合上去了。就是门没关好的时候，它会帮你吸进去。但是一台300多万车没有电吸有点。希望它未来可以帮忙加回去。应该是可以。升级套件，对不对？这个镜头都有了，镜头都一样，感应镜头都一样。对，前面3颗，侧边2颗，后面1颗。原来的 Model X 是什么颜色？黑色。黑色，因为那时候选黑色不用加价。哦。后来是变选白色不用加价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会选红色，也是因为那时候都不用加价。所以原则上哪一个颜色不用加价，你就优先选它。如果 Long Range 版的话，它的车价差50左右嘛，40几啊。行驶里程又比较长，车子又比较轻，但是你还是选的 Play 版。对啊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力啊。你看一匹马力才3000块，1020匹。对，1020匹。有踩过了吗？我就踩到一半而已，不敢哦，就不太还是道路尽头到了，对，也没什么路可以这样踩，再踩下去就是生命的终点了。你的车牌隐藏了什么密码？大部分的爸爸都是女儿控，然后我女儿的生日在里面，哦，就7月29，但是它是8哎，然后因为选不到0嘛，我是8。哎，我女儿都说我很霸气，没有霸气，那爸爸都很霸气，对，霸气啊。现在很方便，就你手机就是钥匙，只要你的人在旁边，对，人在旁边就直接开门。选右壳方向盘，有点后悔。对，我们现在一定要采访一下，是真实车主的感受。右壳，你推不推荐？有时候会抓空，或是到那个比较大的弯了，大的弯或是那个停车场，你要停车塔要上去的话，对，抓不到，你会不好抓。好像都已经取消实体按钮，对不对？几乎了，很多没什么实体按钮，你转弯的时候你找不到。对啦，你一打那个角度不对，对，你就抓不太到那个方向盘。现在坊间有人改了，就把它改回来。哇，那就很奇怪，又把它改回来。我是觉得有点笨。它的特色就是这样啊。对，就去习惯一下，应该就还行。好，那你现在 Model X 原来的版本跟这一台 Model S Play 版，你自己在这里面的感觉？感觉就是它跑车座椅当然比较薄啊。哦，对，它旁边这个蝴蝶椅嘛，旁边这都把你包起来。我怎么觉得裤底凉凉的？来看一下，通风座椅，那个冬天冷热加热的，冷热通风座椅啊。它出风就是你也是用这个手调。哇，太酷了吧！那时候一开始也是有点不习惯，你只会想要去找不到，对，所以它都很多取消实体的东西，对，要把实体取消。这个好处它就可以用电脑去控制你的风向，对，无线充电。那这原来也没有，旧的 X 没有，然后这里中间中控就差不多，它的后照镜一样小，哦，但是它是有电子后视镜，这改的啊？原厂有电子的吗？没有，原厂没有电子后视镜。我去改电子后视镜，300多万的车没有原厂电子后视镜，视野真的没话讲，对不对？视野很舒服啊，真的，完全是沉浸式的大天窗。所以我上面我没去贴隔热纸，原厂就是这样。对，原厂就这样，我没有贴隔热，就侧边有贴。对，因为其实很多车那时候我有上网看要买之前，有些人说贴了也没用，一样穿过来。对，那我就想说，那我就去买遮阳帘试试啊，有效吗？遮阳帘差很多，它里面是有银胶的，电子变色。我觉得应该要有，未来可以加。对，可能请马斯克再加一下，再加强一下。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功能哈，前面的这个数位电子的仪表板，这个是它的主控行车电脑。行车电脑，这看你要做什么，基本上都可以用。它一样有。你说它的轮子可以调，软硬高，看一下，像我们在高嘛。对。然后正常我都会开用到最低。好车的话，风阻会降很多。对，差很多。然后，你过一些地形，它可以调高一点。它有一个预设值。对，因为就是要帅嘛。它现在都是用这个去调整前后。所以有时候会排档杆也不见了。对，排档杆也不见了。
它这里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负压功能。对，负压功能啊，负压就是这里，你看负压这里。如果遇到森林火灾，对，负压。加州森林大火，其实就有一台用这个跑出来。门把现在是已经触控了，对，它没有实体按钮了啊。再来这里，老婆可以翘脚了吧？可以了，对。你看这个空间就比较高很多。哦，对。手套箱也没实体按键，它是用。这个尺寸也是不大，一样是放一只无锅鱼就满了。屏幕可以调整。现在这一台是5人座轿跑啊，轿跑。因为我那时候很多人问我说，开了休旅车为什么还跑回来开轿跑？对啊。应该是说，我那时候想买 Play 的，对。可是 X 的 Play 的它只有6人座，对，它6人座就不能打平。让我买 S 的一个原因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对。如果你有需要躺平的话，对不对？就是要买这 S 的 S 或者是 X 的5人座跟7人座。它的6人座就是不能打平。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很不明显的 RP 跟 N 跟 D 啊，就是你车子这荧幕坏掉的时候，它还是可以打。就现在，然后长按它就出来了。哦。它踩刹车，所以是可以的哦。所以这也是可以控制，这也是可以用啊。对啦，有一个备援系统，因为这个荧幕如果坏掉，你不能滑的时候，这是它原本的充电在里面，在这里，它帮你延伸上来，对，延伸上来，这是那个改装套件，然后这就杯架，它也不违和啊，对啊，也不违和，会不会盖不起来？不会啊，它就看就起来，你看2段式对不对？完全没有影响啊，下面还有一层。它就顶住就好了。顶住它。多做萤幕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锁定住呢？就我老婆怕小孩子眼睛不好，不给他们玩。不要给他玩。应该在显示这里。好，锁定后座萤幕啊，打开啊就可以用了。哦。因为小孩子就很喜欢这样，他在后面也可以打电动。我要换这台的时候，我带我女儿去展间去看，女儿儿子，然后她看到我爸爸换这台，为什么？因为后面可以打电动。后来买了车之后，可以锁起来，他们就后悔了。原来的比较舒服，坐起来。没错，是不是有个监控镜头在哪里？在这里有盖住了。你看，那这里可以。这是原厂的盖子吗？不是，它盖住其实它就是你用自动驾驶的时候，它还是会去感应你到底有没有手扶在身上。这个东西它会监控你有没有在分心，对，会记点，它会记点，这个是最严重的。5点就是让你停用，不知道是1个礼拜还是1个月，我有点忘了。对，我现在已经被记了3遍。你被记啊？对，你知道为什么被记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忘记把镜头关起来。不是电话来，我就拿手机，然后它就叮叮就不给我用了，这样就不行了。对，这么严格啊？很严格啊！你用手机在它反正就还好。OK 啊，你手拿在手上，它会侦测到你的动作。手机架就还好。前座有电动调整座椅，对。后座有吗？后座好像没有。后座手动。对。后座还行啊。不是还行，是非常好吧？喂，这不要算拳头的，我拳头没那么多。我第一次坐后面，都是孩子坐的。对。很明显，他真的是第一次坐。人家才买这地方真的是新车的车主哦。还有买车的发票还在啊。跟晚上，然后那个小挂包，蛮贴心的啊。那这倾斜角度呢？倾斜角好像不能调它这很斜呢。你坐上来，我们坐上来，有点斜哈。对啊，这有点斜呢。一点点，但是至少它是可以放平的。它可以放平啊，它可能床垫可能再设计一下，就这里厚一点，这里薄一点，把它整平哈。对。那这个是可拆的嘛？置物板啊，对。看起来还是可以拆。对，来，你看，来，你看这空间出来了啊，都在车子里面。对，我直接能不能躺啊？就可以睡午觉。我看这长度差一点点，你就再加一个。其实要把它整平啦，不是？对，整平这个东西啦，你看中间是可以的哦，请老婆帮忙扶着。狮子一样睡觉，老婆扶好。谷歌是这么大的天窗，很热怎么办？正常我都会准备帽子，可是就准备一顶而已。我跟你讲，我有办法，来，2个人同时可以遮到。还有这样啊？还有黑胶的，一只小雨伞有黑胶的啊，抗 UV 啊，是抗 UV。这个形状很特殊头枕是不能调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跟跑车座一样。不然你那个2.1秒脖子没有看好的话，固定啊，绝对受伤扭到。它就仿
跑车座椅造型啊，坐起来是软的，算软的。它这也有包覆，也有中间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哈，其实侧边都还是有点包覆一样。这台车里面坐起来比较不舒服的应该是这个位置，对，应该中间。它没有包覆，对，它关门有动画，对啊，有动画，好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然后帮后座开门，帮后座，我不行，这没办法，X 才可以，所以不能帮尊贵的乘客开门，没办法。我觉得它也是要改进一下，X 可以，应该讲道理，S 应该也行。对呀，哈，这个功能竟然没有，对，居然，而且这已经顶级了吧？Model S Plaid，对啊，对啊，已经顶级了。我们要测试的是时速50，司机的脚突然被蚊子咬了一下，要拿起来抓痒，看看会不会我们会不会紧急刹车，好不好？好，它就会有那个是刹车动能，刹车动能回收，好，我们试一下啊，不要踩2.1秒，我受不了。我们慢慢踩。哦，好，好，现在哦50，哦拿起来了，啊，是还好哎，你就觉得有刹车了，跟对，它会完全停吗？就完全到这就完全停。到0呢？零的话，它是 auto hold 的就哦，所以你脚拿掉，它会完全帮你刹住。对。哦，对，倒车。好，倒车，那我们看一下要停，自动停车，我想在市区里面啊，很多人会需要这个功能。看它会有自动停车啊，我也看不到。停车呢？停车。哎，停车，它竟然没有这个功能。正常会出现啊，可是我好像没有买到，没有加价，因为我现在只有 AP 而已。然后你加 EAP 的话要加10万左右，哇 ，FSD 要20万。我跟你讲，手动停车就好，省10万。它原来只要停在这里，就它就侦测到旁边停这个，它就问你要不要停车，哦，问你要哪一个，这么酷哦。对，还可以选格啊。对，它可以选格。哦，所以这样要10万，要10万它。我一定要10万块啦。因为想说，因为我以前的 FSD 我几乎也都是自己停，对，我也没让它停，所以好，那我们现在手动停，好来，手动停车，然后你看，就看它的辅助系统，它是跟着，对，看它的 Yuki 方向盘，你在打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它就是有一个限制，你没办法抓上面，对啊，有点麻烦，而且变档要一直滑，要滑，有时候会忘记踩下去。它就这样，这非常适合年轻人，喜欢滑平板的人。对，你一天基本滑的数量已经够了。OK， 哦 ，OK， 好，还行啊。原则上这台车还是很好开啦，功能辅助功能都有，就算你没有加一些 EAP 的功能。啊，刚刚我看有人走过去，它都侦测得到。对，它有人啊，脚踏车啊，有人啊。那我们想看一下这台车是会自动升降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有一个升降功能，我们看一下最高跟最低差多少。来看一下 P。这里我们现在到悬吊这边我预设都在最低，对，然后它可以调到最高，最高，你看，你有感觉那个车身在动。悬吊的震动跟一些回馈，它都有压缩啊、回弹，都有啊。绿色是回弹。你认为这一台车要改善的话，最优先你希望加什么功能？那就电吸门啊。对哈，就电吸门，还有自动开关门，就有电吸，它就可以自动开关。对，这个小地方，原则上开起来跟乘坐都很舒适。因为你要像我有时候我老婆去高铁载她，手上大包小包的，你要帮她开不好开。就是人家过来。对，要不然你去 X 的话，直接按一个，他就帮她开。甚至手机，对，都可以开。它是中控锁，对不对？对，开启就前后。这个是里面的。对，门锁。对，按门没办法，它只要一个踏板搞定这个功能，就是我们放一点它就刹车嘛，抓那个感觉，就是除非你要紧急行的时候才会去踩刹车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刹车皮很省。回转半径是，我记得5-6米吧，5米多。副驾驶说后面太热了，他撑伞。没有办法拍摄。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那个它的自动跟车系统。OK， 没有自动上下交流道吧？没有，目前才要90嘛。对，我有加10，你可以设定就对了。设定加10所以它自己抓啊？它自己会抓，它会抓现在的路段，对，速限多少，它就帮你定在那里。对，这个酷哎。然后它白车就在前面，它就跟上了，就跟着车。手要碰着吗？手要碰着，但是建议要碰着。如果你现在放开就这样，其实 OK， 它会警告吗？就过阵就会警告。
然后就会扣点了，不能再扣了。警告你可以，他不会马上扣了，就是他先让你，如果你一直不理他，就是他就会让你这段旅程他不能使都不能用啊，就他停车打到 P 档，他才重新再启动。哦，是有的救，有的救了，不是说完全后面就不能用。到休息站或干嘛要 P 档，打到 P 档，一定要回 P 档，重来。对。那像 FSD， 你只要打方向灯，它会自己换车道。对，这个嘞，这个我没有买，所以你打方向灯，它还是在原点。对，它在原点。就是要自己用，然后它就解除掉了。一打方向灯，不是，你转掉，它就解除掉。它不会跟这一台吗？不会。那你要买 FSD 啊？哦，还是有一些用途啦。对。但是这个 CP 值就要评估一下。对啊，你看我把镜头一关掉，所以你。就算我手扶在手上，他会觉得你没有，所以他会警告，跳警告。他该警告的时候是不能少的啦。对，就是他看不到你。对，他看不到我嘛。然后像我现在重新用一次嘛，现在按了，对，然后手都在方向盘上面。对。可是呢，只要碰着就好。对，他会马上警告。他警告什么？他看不到我啊。哦，那你整路就一直收警告？没有，一开始而已。那再敢动一下，他就感觉到你手在上面，他就不太理你。还有这一招哦，要动一下，比如我还活着那种，蛮稳的，很稳啊。所以走雪隧啊，干嘛就用这个跑就很稳。他这里告诉你要轻微施力，轻微施力，这样一直跳。这个倒是蛮特殊的。对，你就是要动，就是他觉得你还在控制方向盘。对。动一动，他就警告你说你要跟我一点互动。对，我是觉得这个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公务人员最了解这个。你像速限50，他不会减吗？他还没抓到。那我觉得，所以你还是要去控制。对啊，不行，你看他完全没理。对，有来可以下来了。对啊，他没有抓对他这里可能还没抓到，他可能觉得你还在快速道路上面。不是啦，不是扣他的钱啦，扣我们谷歌的钱。真的刚刚100，他跟他刷过来对啊，可是你还是要注意，他有抓到50，对不对？到这里才抓到啊，还是要看一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没办法完全相信他了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他就是辅助嘛，我觉得辅助驾驶就这样，因为注意特斯拉的辅助驾驶在我们心目中是很完美啊，它已经是几乎是天花板了。对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需要人为啊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是可以车道自中的吗？这一般像这个弯可以啊。好，我们试试看他能不能过。不行，你要介入啊。这样是自己跑啊。对，我主要是看这个弯，这个弯大概顺着，顺着大概有弯到快90度了。你看顺着去，这应该没问题了。这个可以吗？速度要慢啊。我就放试试看了。好恐怖哦。它是可以过对，我手放，然后可以过没问题啊。那这是电话来。这种都可以了，这种都可以，好科技的感觉哦，难怪你开过就回不去了。对啊，这个真的很方便你看，那就不用 Yuki 方向盘有什么问题，它自己会转的嘛。所以平常开是这方向盘没问题啦，只是你要很大的弯或干嘛，就是你会比较不喜欢，或者上山那个 Z 字形的，那就会不好开了。你看它这里没有红绿灯，它就直接过去了。所以它会判断。他会判断红灯吗？美国的可以，有些地段可以，台湾的好像还不行。像现在没路呢，我不知道要不要测试。试一下，是刹车太大，不行。看起来他没有要处理，那就人为处理。它会直接出去啊，吓死我了。所以自动驾驶还是你要小心啊，要去注意。照讲他会刹车呢，他完全没有要介入的感觉。没有啊，因为你手在上面，他认为你介入了。没有，他可能觉得前面还是路啊，他这样看过去。可是如果他有线，他跟着走的话，他就跟对，所以辅助线很重要。对，整个这样子下来哈，我觉得他的警告也蛮多的。是因为你把他镜头挡住了，所以他看不到你。他看不到你，只要你用那个 AP， 他就会让。他就一直警告你，他该做的他都做。对，所以呢，女朋友一直打来，你在干嘛？你现在在做什么？看不到你，类似这种感觉，没错。看不到你就开始关心你了。这一种路中间，路冲他这里有线嘛，所以他会抓到。他会抓到啊，他有抓到。看一下，他自己走了，这个没问题啊。台湾很多这一种。对，可是你要有线啊，要有线，要有引导线他几乎把整个马路都重现了，你看停车格都出来了。对啊，好厉害哦！你看
自动驾驶那些还是很强。你看，侦测出来了吗？今天特别谢谢谷歌，是带我们认识新的特斯拉 Model S Plaid 版。是，那如果对特斯拉有兴趣，像我们今天这样做啊，真的是开车边享受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还蛮棒的啊。驾驭来讲，辅助系统来讲，还有乘坐舒适感来讲都不错，而且车上的那个精致度啊、豪华感都没问题了。是，那如果新人要买特斯拉，他就是喜欢特斯拉，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？我个人建议就一律攻顶啊，就不用再改了。买到顶不会后悔。对，因为像以前年轻的时候就买车子，然后很喜欢改，对，你就想一直去用，可是后来发现改车蛮浪费钱。哦，不要去改它，对你就用原厂。你看啊，谷歌它都几乎是原厂的买到顶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这样可能就让你不要再乱改了，然后也比较安全一点，也不会破保。对，也不会破保。这个很重要哦，好不好？今天特别谢谢谷歌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拜拜。各位观众，优良驾驶频道绝对不是这么肤浅的频道，直接片面的说是 Model S 跟 Model X 到底要怎么选呢？我们现在马上借了一台 Model S 来比较一下。我们请到我们电动车达人阿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见面了。对，你当初有评估过 Model S 跟 Model X 对不对？我完全不考虑 S。对。等一下，这个争议蛮大的。哇，等下被打对不对？特殊癖好。好，当初会选 Model X 对不对？它有哪些优势？我觉得有几个优势哈。这个第一个，我们大家最肉眼可以看到，就是它可以坐至少6个人嘛。6个人跟7个人，对不对？电动车里面要做这样的数量的不多。好，那第二点事情就是说，其实大小跟 S 其实没有差很多，底盘一样，电力动磁规格通通都一模一样。3个马达，它的 Play 版的话是3个马达，1.20匹马力，对，一模一样。好，那为什么说为什么还是要想选这个？除了刚刚空间以外，就是它还有很多的智能配备上会不同。我举个例子来，我们往后移动一下。这个在 Model S 上面啊，这个你是要等把手拉出来自己去拉，对啊，这个不用，它是自动车门，对，好，它会自己去侦测，这是自动车门。谷歌才在抱怨没有自动电吸门，对，自动车门之外，对，刚刚他还提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电吸门，好，有没有？自动关上去。对，买 X 还有一个点是这个门，对，有没有？OE，对。这叫音译还是音译？来示范一下什么叫 OE 哦。OE 叫这样子。对。然后音译是这样子。对，老鹰会这样子哦，这样很好懂哦，这样。空间感完全不一样。对。但是它没有超大天窗，对不对？对 ，S 是超大天窗。对，这个就是 S 比较有优势一样，就 S 是满版的天窗。好，那 X 就是天窗，但是 X 的天窗在这里。S 是爽后面的看风景 ，X 是爽前座。它有渐层色，对，有渐层。没有 S 没有，对 S 因为它比较小片嘛，它的是赛车椅，坐起来的感觉上它会再更薄一点点。但是我觉得主要是造型那个好看很多。X 版还是可以躺平，但是要选7人。对，一定要选7人，因为6人座的椅子这样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上次影片有介绍过嘛，对，它是一体这样子的。它有电动啊？对。它的后座还是有电动，对，那就不能打平，就比较可惜的地方。S 跟 X 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是在前后的置物箱空间。刚刚还在抱怨前面没有电动的，这也没有吗？没有，我没改啊。电动的要去改，但是它会有电池小电瓶保固的问题。这个是一个水桶了，不好意思，这里很乱哈。还有一个我非得买 X 的原因，就大家看过我们其他影片，应该有知道那个我会拖车嘛。拖曳式的露营车。那 Model S 据我所知，好像还没看过有人在拖。对，我现在也不太清楚到底行不行。但是3 Y 跟 X 是都有那个对，都有合法认证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它就可以去挂你要的拖车。反正呢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最适合。就 Model X 跟 Model X 来讲呢，还是以自己需求为主啦。对，自己需求为主。好，那今天特别谢谢阿贤跟我们的分享啦，谢谢，拜拜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，多看多比较，买合用的最重要。我是优良驾驶，我们路上见，拜拜。